去，不要太在意，就算也还有太多的委屈，委婉的人待续，无所畏惧，来吧，赴一场未知的旅行。哦，不在乎别人说什么，自己抉择。哦，每一次倔强的背后，都有个声音在召唤我。我相信昨天的昨天都有它的意义。哦，只要你也永远坚信。哦，所有的美好一定不会缺席。多么美妙的不期而遇，我相信明天的明天也会充满惊喜。哦，只要有你一同经历。哦，三生有幸遇上你，我的幸运。哦，感恩所有的命中注定。哦，这画真漂亮。去哪儿吃啊？蓝总您好，沈英安保51带队向您报道。欢迎你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花花、霆锋、马超、国海。你们好。好。你们的宿舍已经安排好了，就在那边，把车开过去吧，有人会接你们的。听蓝总的安排。诗雅。啊。我带你逛逛，熟悉一下环境。好啊。走吧。这就是我们大堂，还不错吧？哦，对了，我们酒店高层呢都是住在顶层的，为了你的工作方便，我把你的房间也安排在顶层。你去外面看看。这就是我们酒店的外部环境。上次呢，已经带叔叔阿姨给他看过了，他们觉得挺喜欢。大海确实能使人心境开阔。进来吧，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。我们呢一共7个合伙人，其他6个呢平时也不过来，只是每年过来开一次例会，平时呢抽空过来度个假。常驻在这儿的只有我一个人。啊，对了，我们公司的安保工作呢一直是由美国的 Banks 公司负责的，他们也是我们的股东公司之一。那我跟我的队员主要工作是什么？主要呢，首先是负责我的人身安全。虽然不用24小时贴身护卫啊，但是平时也不能随意离开酒店，必须是跟我一起出行。明白。还有呢，就是酒店的一些活动，你需要配合安保部一起工作。还有半个月，我们的酒店就要正式营业了，到时候所有的股东还有一些嘉宾都要到场，你和你的队员需要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，你们的时间很紧，任务很重。我倒觉得是不是太轻松了？轻松点不好吗？你平时的弦绷得那么紧，干嘛呢？嗯？突然放松下来，还有点不适应。那要不然，我抓紧给自己找个酬假。是有点冷。
阑尾炎呢，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但是毕竟动了刀、做了手术，还是得恢复好，这样才能好好工作，你说对吧？谢谢蓝总。那我先去忙了。来，集合，集合，训练了。哎，是，因为我呢最近有点个人情况，所以你看呗，反正不进那么多了，啊，一半人就行，因为我说也没用啊。海星，哎，我这有事先跟你说了啊。哎呀，张阿姨，快坐，快坐。好，来，怎么样？好久不见，您还好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侯局他搬出去了以后啊，我就回了一趟四川老家，这不刚从老家回来，给他们带的腊肠腊肉。哟，侯局啊，打小就喜欢吃这个，实业也爱吃，所以我就给他带了点过来。哎，你让你们家那个赵师傅啊，就是我那个老乡，天哥。哎，对，他会做，你让他做着给他们吃啊。我给您倒杯水啊。不用，哎，他俩人呢？啊，在楼上。哎呦，去把那小子给我叫下来，我跟他说他张姐来了，去吧。那个猴子还在睡觉呢，十一他已经不在这儿了。啊？什么情况？立定，向右转，全体都有。今天的训练到此结束，解散。哎，徐姐，照张相呗。哎呀，算了，休息吧。行，来照，哎，我看你还是不累。算，哎，不累。好了，来吧。来，喊1、2、3，跳起来呗。来，1、2、3，啊，再来一个。排啊！来一个。1、2、3。哎，前脚快。走！别过来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一身汗，别碰我！哎，你不知道侯崴子不累是不是？啊，不累是不是？赶紧的，集合！啊！集合！快点，集合！目的地，宿舍。回去，洗澡，换衣服，加油，站，跑步，走！你这儿环境不错呀，还可以吧。走吧，在这坐会儿。哎呀，这儿的环境是真舒服呀。海边确实挺舒服的，真漂亮。11姐，钱教官，给你们俩一人一杯饮料。嚯，这么懂事儿啊！哎呦，我主要是过来取下手机。我以为你不要了呢。来，那你们先聊，11姐再见。哎，我有个正经事儿得问你，什么事儿？他没跟你联系啊？没有。
可能工作已经步入正轨了吧。赶紧给我起来！你听见没？起来，起来！赶紧给我起来！你大白天的你睡什么呀睡啊？你出门的时候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说，哎呀，我出去一定尽快的混成个样子，我就来接你。我还在家等着你呢。你就这么混的呀？啊？你爸说对了，你呀，你就是一个不争气的玩意儿。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啊，人家11他离开你那是对的。哎，张姐，这个事儿我知道，您可能误会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训侯爵呢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别生气了，张姐啊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说，呀，我想说什么来着？看你打岔你，打得我想说什么我都不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呀，就是从小没有吃过苦，没有遭过罪。我说你不行吧，你还不相信，非得要跟我硬着要出来。你看，这下啊，好了吧？出来就混成这样，你混不出样，你就给我低头，赶紧回家去给你爸认错去。从今往后啊，你跟着你爸好好的做事。我不回去。哎，张姐，你坐会儿，别生气了啊。我做什么做你？就你这样，我还做去。哎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走。气死我了，你真是。一定跟所有的值班经理都传达清楚，这最后几天了。好的。不允许任何人出任何问题。好。如果有任何问题被我发现，立刻走人。好的。先去吧。好。我今天来呢，是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？李亚，找你半天。蓝总，哦，钱小燕，我们公司的教官，这位是蓝总。钱教官你好。你好，蓝总。啊，对了，我那边别墅已经弄出来了，叔叔阿姨也答应过来小住2天，顺便参加我们酒店开业酒会。什么时候答应的？那就别管了，就是告诉你一声。你们聊吧，我去忙了。钱教官，如果想要吃饭的话，我们这边员工餐不错，可以试试看。啊，不用了，我晚上还有事儿，谢谢。好，行，那不打扰你们了，来。哎呦，可以呀，对你不错呀，连家人都照顾上了。他们的决定好像从来都不用经过我的同意。你对他没感觉啊？我觉得南琪挺好的，你们之间呢有感情基础，他对你父母也好，你知根知底儿的。我说真的，你不要这么轻言放弃好不好？你给他个机会，你们俩处一处，说不定慢慢的就旧情复燃了呢。没可能。啊，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？啊？哎，他一打岔就忘了。重要。那个，带我去你宿舍看看呗。走吧。走。这边。张姐，哎呀，让你失望了啊，张姐，不生气了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继续在这睡觉，还是去给我找工作去？工作呀，那肯定得工作呀。我这就走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，sorry。咦，这什么情况？哎，老板，刚刚那个阿姨是谁呀？怎么这么凶啊？人看着凶，特别好啊，人家那是猴子家保姆张姐，这不是，跟亲妈似的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呀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
一个问题以后10块钱啊，10万个为什么似的。那我要是真的给你10块钱，你答不上来，那怎么办？来，给我看面，少那么话。反正我就是知道，你现在肯定又是在给侯爵哥煮面吃。是啊，不然给谁煮啊？你看他这几天这德行，我也说不了他，只能干着急。这刚张姐来了还行，应该能治住他，说说他。你老板我呀，也就只能冬天送温暖，夏日送清凉，喝完酒来碗醒酒面。行，走，这个。反正我就知道你才是人好。哎，去，赶紧帮他忙活忙啊！弄碗醒酒面，快！老那么喝杯能受得了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。说你一天在外面饭也不吃就喝，你也是。我要上深圳。啥？我上回去谈合作，急着回来就没签约，但是他们对我的项目很感兴趣。这次我再找那家公司，我看看能不能有合作机会啊。哎呀，那这好事啊，这得支持啊。这么很长。跟您吃一口。说你能不能让人省心点？真是。喂，是我。啊，怎么了？我刚跟11分开，他现在过得挺好的。侯杰的事情，我没有跟他讲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啥叫挺好的呀？他真和那蓝旗好上了？不是，你们考虑过猴子感受吗？我其实也挺难过的。你就当我自私吧。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。侯总，这几天呢，我们联系了几家新的供货商，可是这些供货商好像都商量好了一样，口径出奇的一致，都是高于市场价的5%，而且呢，都是先付款再发货。这些奸商不知道从哪儿听说咱们停工带料，都哄抬物价，合作条件非常苛刻。是啊，以前呢，他们求到咱们的时候，恨不得给咱们半年的适当期，可是现在咱们需要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都成了大爷了，仿佛都是就这个价爱要不要的姿态，太可气了。落井下石。侯总，您还是做个决定吧。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该低头就得低头。谁最快发货，就跟谁签。等过了这个坎儿以后再说。散会。哎，侯总，这不合适吧？那我们损失太大了。这我们损失就。那坐。侯总，今天啊，让我想起来我刚进公司那会儿，
就赶上咱们也是这样，供货商和甲方同时出现问题，腹背受敌啊。您记得，我们都小半年没付出工资来，但最后在您的带领下，我们还是克服了一切困难。我觉得刚才您说的那句话特别对，该低头就低头，这坎儿一定能过去的。这次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事在人为。我老了。您这是想多了。您现在是老当益壮。老当益壮。侯总，侯总，您没事吧？哎，侯总，侯总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打120，叫救护车，快快！不要回来！大小，我药。没来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马总，那个蓝的，蓝色的，2粒。您慢点。好点慢。不行吧，咱们还是去医院啊！你还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。打电话。不要叫救护车！我说了，不要叫。不行啊，您这样。不要说话了。这个时候不能让大家知道会动摇军心的。那我就叫侯爵回来好不好？这样让他回来陪你，这样您可以好好的舒服一点，舒服点。不想让侯爵知道这个狼狈，不想全让别人看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别跑我！小二，你去吧。哎，等等，他这种状况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记住吗？好，先出去吧。出去吧，没事了。吃了要好点了。没事了，啊，听您的，什么都不叫，好吧？啊，放心。到我这岁数，这已经算很好了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每一次我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意外，都是你在我身边？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？老了，不想老。哎，别多想，别多想。你给财务的张总打个电话，叫他过来一趟。不是，您就不要再谈工作的事儿了，行了，我求你了，行不行了啊？咱们现在，我现在送你回家好好休息。您要是再关心工作的事儿，身体这样出去会出大事的，到时候就来不及了，我的侯总。哎，没事，不能没事，您听我一句话好不好？听我说，你把张总叫，你
你打个电话给张总，让他过来一趟，把事交代完，马上你就送他回家，我让你放心，好不好？您答应我？我答应你。处理完这件事儿，立刻回家休息。好，打个电话给他。侯总，张总到了。让他进来。哎，侯总，马总也在。哎，张总啊，这段时间公司的财务合同和大宗付款需要我签字的，都改由马总签字。哦，不行，侯总，公司现在面临这样的状况，责任太重大，绝对不行。我说行就是行，我真的不合适这样。你可以的，该你签字你就签字，你拿不准的，你再过来找我，啊？那我每次签字前，还是向您请示一下。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好好好，你先去忙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侯总，您怎么形容我？我真的觉得我不配。人总得相信点什么呀。现在也就只有你可以让我相信，可以让我依靠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的身体出现这样一个状况，我也不想。但是我就觉得是老天爷在告诉我说，志荣啊，你该放手了。没有，幸亏有你在啊。您别担心了，先躺一会儿吧。啊，我躺会儿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用尽所有的力气，还是永远、永远、永远得不到你？为什么？其实没有原因，可能只是因为我没好运气。但是我会永远为你努力。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吃好喝好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喜欢的话，明天。没事吧？这个，我看看有没有挂到肉。没事。一步一个坎儿啊！天哥，把钉子搬一下。钉子，啥子钉子？不，在这儿。
就这个钉子。这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？你好，你给我找一下你们张总。哦，您找哪位张总？张生。啊，张总他日前已经离职了。啊？什么时候？大概上周吧。你有没有他电话？你给我打一个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这里没有。这样吧，我帮您联系一下我们的行政主管。行。哎，贺总，这位先生要找张生张总。你好，我找一下那个张生，我上周跟他聊过6月18那项目。那个事儿啊，那个不归张生负责，他已经辞职了。啊？那他什么时候辞职的？上周五。我就是上周五跟他聊的呀。这个项目一直不归他负责，而且这个项目我们已经开始动工了。可是上周他带了一帮人跟我开会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他跟他的部门集体辞职了。他为什么辞职啊？这是公司内部的事，我不方便透露。那你有没有他手机号？我打电话打不通啊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我也不清楚。失陪了。真厉害，集体辞职啊！什么人啊，都是。任晨，我。侯大公子啊，你这什么想起我来了呢？不是我说你不靠谱就算了，你还给我介绍不靠谱的朋友，你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咋不靠谱了？我大老远跑深圳来，你们逗我玩呢？啊，人也找不着，什么也没有。你等会儿你说清楚点，我没懂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介绍那个张生，我来他们公司了，人说他辞职了，带着整个团队辞职了。我项目我拿跑了，公司根本不知道我提交过项目这个事儿。我现在整个设计方案都在他手里，他人不在，找不着他。你说怎么回事？怪不得那天非要给我见面呢。别老给我奶到我头上来了！你在哪儿呢？我现在去解决这事儿。你在哪儿？我就在他们公司呢。行，等着吧。行了，太不靠谱了，这什么朋友啊，这是。得了，好。这不像话。其实这个事儿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对一个人的信任。我本来已经想好了。按部就班，结婚，过日子，就这样一辈子。可是当你毫无保留去相信一个人以后，你突然发现，他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，一直在骗你。这是我完全接受不了的。你说你当保镖也有7年了吧？你是怎么做到现在为止都对别人没有防备之心的呢？你就直接说我傻不就行了吗？不过工作是工作，生活中你总不能把身边人都防着呀，太可怕了，多累啊！你呀，还真不是傻，你呢就是太单纯。你老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得跟你一样善良。现在怎么样？开心吗？一个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变成那样呢？你想想看，你们2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相处着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，难道你是真的看不到吗？你只是看到了，但你选择相信他而已。你说的没错。有些事情当时没往心里去，后来想想，真的能看出他的人品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一个杂志社跟他约稿，很快人家就把第1笔稿费给了他。可是到了交稿日期，人家催他，他说：“我给你了，我都快递给你了呀。”人家编辑说我没有收到，他就一直说，肯定是那个编辑把他的稿子给扔了，他还要告人家。后来写了律师函，要求赔偿。我当时也挺生气的，一直跟他说，
你要争取自己的权益，还挺支持他的。可是后来，有一次我在他书房发现，那个稿子只写了一半，就扔在那儿了，根本就没写完。你看，这不是现成的例子吗？你都看在眼里，只不过你当时陷在那感情里面，你不愿意面对他而已。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了。你呀，你以后看人，不单是要看他对你怎么样，还得看他对你以外的人怎么样。不然有一天，当你触犯到他的核心利益的时候，他把你当外人了，他就会拿对外人的那套方法来对待你。没错。哎，要学的东西太多了，可能到老都学不完，也弄不明白。要不人家怎么说“活到老学到老”呢？你呢？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是一个人？啊，我本来都快结了的。我俩一块去的拉斯维加斯，准备在那儿结的。但是谁成想啊，我就去买了一杯咖啡，出来他就告诉我说，要不然咱们先等等吧，不结了，因为我遇上我初恋男友了。啊？那你是不是很受打击啊？超受打击。他是做什么的 ？Madam， 警察。很厉害。嗯。她的初恋男朋友更厉害。是吗？是她的犯人。真的假的？没开玩笑啊？真的。他第一天当警察，亲手抓的抢劫犯。那个人进去出来以后啊，他们俩就爱上了。但是后来呢，那个人又犯事又进去了，他对他很失望，于是就分手了。你这个故事，我觉得真的够戏剧的。有些人啊，一辈子就注定要过这种戏剧化的人生。但是我不行啊，我就想要过那种平平淡淡、安安稳稳的日子。哎，你女朋友呢？呀，您来了。你侯大公子召唤，我赶不来。感谢感谢。怎么着，不请我喝杯酒？我自己都喝了水，非挑这么个一个地方。我就住这旁边嘛，我这熟啊。怎么着啊？你的那位女侠大人离开你了？问那么多干嘛？这就对了。关键时刻还是只有本姑娘挺身而出，这叫仗义。是，其实吧，我知道你是最靠谱的。那倒也不是，我这是追求幸福而来的。毕竟看见身边的人落难，比看见仇人倒霉更让人有幸福感，瞬间就觉得太幸福了。好嘛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落井下石的好姑娘。我以为你巴巴这么远飞过来见我，是要给我讨个说法。说法当然要讨，就算不是为你，为了我也不能吃这个哑巴亏啊。哎呀，不过我今天没心情，改天再说吧。行吧，不管为了谁，那我也要感谢你，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我。倒也不是，毕竟你也知道，我也不是没所图嘛。还图我钱财呢？就你，乞丐都比你现在有钱吧？那这么说，是图我的色相，还有你有趣的灵魂。哎呦，我就喜欢你这个又直接又嚣张的样子。哎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看我不顺眼，但你又灭不了我的样子。
看在本姑娘今天心情大好的份上，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。满足我个愿望，那……等等，2杯威士忌，慢慢喝，喝完了才知道自己最想要什么。来 ，Cheers！ 来。哎呦，你爱他吗？那你得先告诉我什么是爱，我才能回答你我爱不爱他。我也没什么成功案例。我觉得爱可能是，当你看不见他的时候，你就会想他，想他在做什么，跟谁在一起。我觉得是种惦记吧。追逐远方的听，风吹起了想象，如果有一天你是方向，泪光映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里有花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，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新篇章，那是灵魂与生